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从高定到零食货架，谭健次如何让国民度与高级感握手言和？凌晨3点刷到好想来官宣谭健次代言的消息时，我正对着电脑整理偶像代言进化论的 PPT。屏幕里小程序访问量暴涨300%的红色批注与 PPT 上明星代言溢价率的蓝色曲线形成刺眼对比，像极了去年在横店探班时，某顶流团队对着账本叹气，现在连矿泉水瓶上的 logo 都要算进赞助费。其实谭健次这次下凡接零食代言，本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破圈实验。从 FENDI 男装的高定秀场到好想来的零食货架，他用能穿高定拍大片，也能蹲在片场嗦粉的反差感，精准击中 Z 世代对去偶像化的渴望。正如粉丝戏称，终于不用吃土也能支持偶像了。这让我想起去年某顶流男团的代言翻车事件，他们代言的高端护肤品因粉丝集资购买引发争议。而谭健次选择好想来，却巧妙地将代言转化为全民参与的零食派对。官宣当日，抖音谭健次同款零食话题播放量破亿，粉丝自发创作的纸袋硬通货、门店偶遇攻略等 UGC 内容，甚至让便利店的零食货架变成了打卡圣地。作为广西籍艺人，谭健次的国民度密码藏在细节里。他在 TVC 中用柳州话喊出好想来一代，既呼应品牌名，又勾起地域情怀。在武汉帕拉丁活动中，他用方言自嘲我好 send 武汉话散装普通话谐音梗，瞬间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。这种去明星化的表达，恰恰是 Z 世代最吃的那一套。话说回来，谭健次的代言策略堪称教科书籍。他为好想来设计的零食盲盒玩法，将追剧、露营、办公等生活场景与产品绑定，甚至推出谭健次推荐清单，用深夜追剧必炖办公室摸鱼神器等标签，精准狙击年轻人的消费痛点。这种场景化营销比单纯的硬广更具杀伤力。当好想来的招商数据突破3亿时，我注意到弹幕里的微妙分歧。数据太干净与零食也能这么高级的声音并存，这种争议背后是粉丝经济的信任危机。去年某顶流男团被曝集资款去向不明，而谭健次的粉丝却在自发维护品牌口碑。他们在小红书发起谭健次同款零食测评，用甜度适中、包装走心等真实体验替代无脑吹捧，形成粉丝背书的良性循环。这让我想起3年前在首尔宏大看到中国留学生用金宣虎的 Wink 笑当街头暗号。如今这个表情跨越黄海，在翟潇闻的演绎中获得新生，像极了济州岛柑橘林与苏北运河的对话。谭健次的好想来预热，同样是一场跨圈层的文化对话。他用零食作为媒介，将时尚圈的高级感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融合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谭式美学。关掉电脑时，窗外的梧桐树在月光下摇曳。突然想起上周在西安大唐芙蓉园，看到游客穿着汉服打卡国色芳华同款服饰，这种穿越时空的文化共鸣，或许正是偶像存在的意义。他们不仅是娱乐符号，更是连接不同圈层的情感纽带。谭健次的好想来预热，恰似一场精心策划的土味经济学实验。当其他明星还在纠结高奢还是快消时，他早已用能屈能伸的姿态，在奢侈品专柜与便利店货架之间架起桥梁。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，真正的国民度不在于站得多高，而在于走得多近。这场代言革命终将证明，在数据可以造假的时代，能让人忘记 KPI， 只记住零食香甜的偶像，才是真正的流量艺术家。